那我今天是大概准备了5斤的青芒果，其实没有到很多，大概4颗，每一颗都是比脸还要大。那这大颗其实也是削蛮久的，削得很累，帮我削吗？光削皮就要削1个小时，跟它请冰杯呢。这个我哪里可以切好呢？太大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有点害怕。咱们今天呢要来做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你觉得很面熟吗？我们这次做的是金黄芒果，我们上一次做的是土芒果，那我们这次就要来做金黄芒果，又比之前土芒果更大颗，但是金黄芒果的优点就是它比土芒果甜许多，看大概是我的1只手再大一点点，差不多的大小。就图啊，这是芒果，就是生芒果，就是它还没有全熟的状态。在台湾，芒果还没有熟的状态，大概是这个季节到6月之前，大概是青芒果的季节。在过了6月之后，熟芒果就会开始大出，所以要吃青芒果只能趁这2个月份，就是4月到6月之间这样。那我今天是大概准备了5斤的青芒果，其实没有到很多，大概4颗，每一颗都是比脸还要大。熟的、生的我都喜欢吃，它吃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就是酸酸甜甜的，很像恋爱的感觉。你知道恋爱的感觉就是会有酸酸甜甜那种幸福感，就有点像是我在吃糖葫芦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吃番茄糖葫芦跟草莓糖葫芦，因为它其实有点带点微微的酸，但是它又用糖去把它包覆起来，所以它就有酸甜感，就觉得每次吃糖葫芦的时候都会有恋爱的感觉。因为有时候夏天常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所以我现在会先准备一些芒果起来，然后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个当做一餐来吃。那有时候当然是吃东西吃得很厌倦，你知道吗？首先我们必须要先把芒果削皮。那这大颗其实也是削蛮久的。而听说今年的芒果青出的比较少，就是产量比较没那么多，所以志奇跟我说，就我只能省着点吃。我们家有小伙伴们会做情人果的吗？我记得我们上次做情人果是有加雪碧，所以我这次依旧有准备雪碧。我觉得上次加雪碧我觉得蛮好吃的耶，虽然说刚开始吃的前2天还稍微有点酸，然后我后来其实回家就有再续加冰糖，再让它去腌了1天之后，然后再加进去冷冻，后面吃其实完全不会酸，不会过甜，然后又有点微微的情人果原本的那种酸感嘛，它原本果肉的那个味道香味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我削好之后，我先把它泡在盐水里面，防止它氧化反黑。削得很累，帮我削吗？真的是好香哦！我的芒果怎么那么香？这个芒果要越绿越好，它要是变黄了就没有办法吃了，就是它会太软。这芒果就是要吃翠绿色的啊。好。削好了，你看这次没有那么多，就不会在那边光削皮就要削1个小时，跟它请冰杯。我先用一个袋子把它装起来好了，然后再来把它倒出，这样就很快。虽然说土芒果真的蛮好吃的，但我其实第一次做这个金黄芒果，我也不晓得金黄芒果做起来跟土芒果的味道会不会有一些差异。这是我这辈子第2次做青芒果，我也不是100%肯定确认它会是什么模样。哇，先来把头给切了。这个我哪里可以切好呢？太大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有点害怕。这是蛮难切的，因为太大，你要找到施力点。这样打结果可以吗？好大一颗啊，好难切啊！而且还切歪的，太难了吧？把中间那个挖出来，它真的是蛮结实的一块水果，代表它真的很脆。太难了吧？这个好硬，我切的不够中间，所以它的籽有点撇，好硬。太难了，这个很难切耶，这籽好硬哦。我有什么办法把它切出来呢？
它连后面这边全部都是，这样子我有点难办，这样子我有点伤脑筋。完了，今天就是暗黑青果了。我思考一下哦，我知道那芒果会很大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这个模样。我想说，我看人家做也没有这么难做啊，奇怪哎。这个水果，这个籽我真的是看不懂。这个籽这样是正常的吗？还是我这一颗先不理？我先把它放旁边，我们先来看另外一颗是不是这样？好难哦。哎，对啊，这个看起来就很正常哦，是为什么？我怎么觉得这个比刚刚那颗正常一点？没有那么美好。有一些人他们中间会留下，有一些人中间会去开，你们会去开吗？可是它真的好硬。你看这个，我觉得就比较好挖。快切完了，快切完了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就很完整，完全没有那个问题，直接剥掉就好了。那个后面其实也不算籽，那算它的薄膜的一部分。你看，它是有点像是这种，有没有？而且你这样敲，它是硬的，会很不好咬。就已经切开了，再来就切片，大概切个5公分。看自己喜欢吃什么口感啊？有人都喜欢吃薄的，有人都喜欢吃厚的，大概0.8到1或0.5到1都 OK。大片可以切薄，小片可以切厚。咱们已经快要切完了。那其实跟土芒果的做法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上面的困难点不同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芒果青都削好了。釣り具の新世代へ斬新な感覚。袖の毛姉妹寸法 23.5cm。 キャリーケース究極の軽さ、持ち運び便利。木重コラボ商品テイクホームシリーズ新登場。 Take home。一整锅，这里面总共有5斤的芒果，大概3000克多一些啊。对啊，阿坤的腌肉下礼拜吧，因为志奇先拿这个给我，这个不能等，这个再放下去可能会太熟。最喜欢的夏日美食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来去生了，要先把芒果丢进去，这个方便我们等一下抓腌去生的地方。我大概抓3大匙好了，其实也可以用糖腌，可是好像人家说用盐腌的更脆，不要下太多，这个2匙半应该也还 OK 吧。要抓半天，先抓盐巴，抓完之后，等一下要开始，大概它要腌制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那有些人腌的比较久，大概会用2个小时，那2个小时对我来说真的太久了。所以我大概这个抓个1个小时腌差不多之后，我们把那个盐水洗掉，再来下我有抓的就小哦。那我们大概抓个10分钟，要来翻拌一次。用塑胶类其实也是可以，用这也可以啦，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压住。我看人家也都这样子做，这样戴口罩束紧吗？我不能把它就是这样子折着，还是你是要这样子转一圈的这种？这样子也是可以，随时翻面，让盐水可以泡整个。好，没问题，感谢你们是我的超级军师。然后10分钟翻它一次，让盐水让它有均匀的在芒果上面。有些人不是把它装袋子里面会在里面揉吗？让它均匀。然后我其他的配料是准备这个、还有这个。咱们有雪碧，我上次吃过加雪碧的，真的超好吃。然后桂花呢，主要是拿来层次感提味用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好吃，有点淡淡的桂花香，比较浓淡，推荐给你们。下次如果你们自己想做的话，就是可以试试看放桂花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梅子的香味，但是其实我不太知道梅子要用哪一种比较好。我记得我上次做的时候是用这款梅子，有点干冰这样。其实不用压，你这样它有脆度，不是要完全软化，主要用棉是香花的成色的。对，没错。我想说老人们都说要压住，可以不压是不是？因为我上次第一次做的时候我没有压，后来我有去翻一些别人的做法，大部分人都有压，不然就是有揉。10分钟了，快跟你们聊着，差点忘记它了，忘记它的存在。
揉一下，揉一下。我觉得它还没有蒸出到很多水。有啊有啊，你看到有蒸出一些水。我们刚刚已经过了15分钟了吧？所以我们刚刚应该是7点30分包进去的。那我们8点30分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可以把盐水洗掉了，对不对？1个小时到了，孩子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要准备把盐水洗掉了哟。我要再去装水了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先来下，因为我们会下雪碧，雪碧本身有甜嘛，所以我的冰糖没有下的那么重，而且再来是因为这次用的是金黄芒果，金黄芒果本身就比土芒果还要甜，所以这次我大概只抓了600克的冰糖。到时候要是腌起来觉得味道不够，我们再来下冰糖，然后桂花。冰糖比其他的糖吃起来好吃，我觉得那个2砂吃起来味道太难吃了，还是冰糖下情人果比较适合。直接就下个500ml的雪碧进去看一下，虽然说正常说应该是要腌过。还没腌过呢，1000ml的味道，先把它翻起来，让它均匀一点，差不多了啦。再来就是冰起来的问题了，该下的东西都下得差不多，也可以再把它腌满一点。下一批，好可怕哦！会到时候甜死吧？虽然说我这次糖下的很少糖下的少，应该雪碧多一点，不要紧吧？剩下的就是等时间入味了。你看看，里面看起来应该还蛮漂亮的吧？又有花，又有梅，又有果，然后又有雪碧。剩下的就是好吃与否。明天我会先试，然后再让它冰到第2天，试一下第2天的味道。第1天其实味道如果就差不多，我应该就会准备要把它放进冷库，放1天到2天的。好，这边我可以收起来了。OK， 回家。为什么不将半透明的盆盖在铁盆上？你说糖吗？其实我刚刚已经加雪碧，它就会因为有液体在里面，所以它会比较容易匀。你只有单放冰糖更容易匀，因为如果单放冰糖的话，可能会它不搅，它不搅，你要把它翻上来的话，所以加液体的方便，就是我觉得是它会分解之后自动融合在食材里面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。然后我看网络上面有一些做法，他们是先把糖跟梅子，就是你要下的这些东西先煮在一块，就是先让糖去均匀溶解，变成液体之后，变成糖浆水那种感觉的时候，再下去腌。就是有一些人是直接就下糖，然后再去腌，然后有些人是先让糖溶解，然后再腌这样。我觉得都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想要省略一个做法的话，你就是不煮那个糖，就直接腌，就比较快。我是喜欢吃雪碧加在情人果里面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加雪碧这样。下次我思考一下，因为我这2个礼拜太忙了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时间。然后再来是志奇刚好拿了情人果来给我，所以为了怕它不要坏掉，所以我先做了它。阿坤的腌肉吗？阿坤的腌肉是我们要做腌肉，还是先吃阿坤的腌肉？是先做吗？还是先吃呢？重点是，你知道我们那支片还没剪出来，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，真的，又是快过1个月，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。可以请片师帮我把那一段的重点截成一段，然后我们 share 在金粉群嘛，自己腌给大家。我以为你说自己腌给大家吃，然后煮阿坤的吃。我自己腌的黑暗的部分就给观众吃，然后我吃阿坤正常的部分 ，OK 吧？我很棒吧？赶快夸奖我！那就再请护驾 Mix 试吃，护驾跟 Mix 要来，我腌好之后让他们带回家吃。
因为那个其实是要腌，需要时间的。它腌完，它要吃，要等4个小时过后，而且它的底料全部都要先用果汁机全部搅过，再下去腌。我不能腌你吗？不行啊！我们不好了哦，我们不好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有啊，护驾不是吗？我们感情很好啊，就是感情好才要抓来腌呢。Miss 没有来，只好交给你了。只好你来当受苦受难的那个了。